呆萌可爱的箭头蛙可以搁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，可以。在看了箭头蛙的纪录片后，昆桑喜欢上了箭头蛙。2年0 6个月前，在获得特殊的许可证后，昆桑决定开始养箭头蛙。首先准备一个雨林缸，选一块沉木当做骨架，这跟沉木的大小还挺合适的。就是它了，就是下面好像少点东西。在隔壁王大爷家找来一块不要的烂木头，浮在下面，这样就有了层次感。使用泡沫板贴在侧面和背面，底部铺上大颗粒的刺玉土，然后将多余的刺玉土泡水合成泥巴，糊在背景和侧面，让前面看不到泡沫板。这下感觉是不是就出来了？然后开始种植植物，主要是苔藓和一些蕨类植物，也可以在野外挖一些，把它们随机的摆放在背景和沉木上。1个小时后，造景完成了。抛开颜值不谈的话，还是很好看的。前面这个三角的区域会加水做成一个游泳区，沉木里有很多孔洞，可以给小蛙们提供藏身的地方。1周后，昆桑花3500块买了2只箭头蛙，黑色的身子上有浅浅渐变色的花纹，头上的花纹是橘色的，就叫它们小黑吧。也不知道是谁规定的，生物界中颜色越鲜艳的生物越具有毒性，箭头蛙就是其中一种。原产于中南美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，皮肤会分泌有毒的物质来保护自己不受天敌的攻击。雨林缸里的植物看起来状态都不错，昆桑想打造的就是模拟一个热带雨林的感觉，给小黑们提供一个舒适的栖息地。上面的部分比较空，总觉得还缺点什么。正好隔壁王大爷家有多余的积水凤梨，把它放在沉木上面，这凤梨的红色和黄色一下就把雨林缸的颜色提亮了。虽然叫凤梨，但它们可不是吃的那种菠萝，同样生长在热带雨林中。下雨后的积水会聚集在叶子之间的缝隙中，积水凤梨利用这些水来生长。把小黑们放进去，小小的一只还没有拇指大，最大的也只有6厘米左右大。好家伙，弹跳能力还不错，在它不动的时候看起来像个假青蛙，颜色漂亮的不真实。另外一只跑哪里去了？原来在这里，它们可以在玻璃上攀爬。很快小黑就来到了凤梨下面，在这里休息一下。它们喜欢生活在积水凤梨周围，在叶子之间积水的地方喝水和睡觉，完犊子，这下整尴尬了，想跳上去却卡住了。2天后，昆桑来观察小黑们，看来他已经住在了积水凤梨上。叶片之间聚集的积水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小水坑，他们会把自己的蝌蚪宝宝背在身上，背着它们爬上10米高的树上，找到一个特殊的积满水的植物上，将蝌蚪宝宝放到这个小小的独特的育儿池里。他们喜欢躲在叶片后面玩捉迷藏的游戏，这也太可爱了。那么他们吃什么呢？昆桑喂他们的是这种小果蝇，在网上买了1小瓶，这些怎么够这2个小吃货呢？再准备一个奶茶杯，自己制作一个果蝇杯，奶茶杯子的盖子覆盖一层透气布，把自己配的果蝇食物倒入杯子里，这里面包含酵母、土豆粉、螺旋藻粉，倒入1厘米后就可以，然后加热水混合，冷却后加入松木丝，这是果蝇栖息的地方。把买来的果蝇倒入一些，这样小黑们就得到了源源不断的食物，一口一个，鸡肉味，嘎嘣脆。在果蝇身上喷上钙粉，可以给小黑补充钙质，看着它们吃东西很有趣儿。3个月后，小黑们生长得很健康，就是缸里的苔藓有的发黄了，左边那颗绿色的积水凤梨慢慢的腐烂消失了，右边这颗积水凤梨本来是粉色的，现在也变成了绿色，这怎么还掉色呢？而且也有了枯萎的迹象。昆桑更换了更好的照明灯，小黑们的跳跃能力非常强，会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。5个月后，当昆桑再次来观察小黑们的时候，发现只看到了1只小黑，另外1只怎么找都没找到。难道他BBQ了吗？没想到这么贵的小家伙还这么难饲养，用手电筒照着缝隙也没有找到，可能已经消失了。7个月后，2个小黑都不见了。昆桑又买了新的1对小黑。昆桑再次观察凤梨，发现了几个白色的颗粒，用勺子把它们收集起来。原来这是小黑们产下的卵。昆桑非常开心，把卵收集起来，
单独饲养的小盒子里，总共发现了10颗卵。在积水缝里的叶片中心，昆桑发现了2只小黑在一起的现象。20天后，蛙卵变成了小蝌蚪的样子，看起来很小。昆桑给它们放入了枯叶，听说可以稳定水质，不过水变成了棕色。还好它们很健康。50天后，小蝌蚪长大了，变成了小青蛙，前腿和后腿都很强壮，除了尾巴已经和爸爸妈妈差不多了。雨林缸里植物长得都很好，除了右上角那颗缝里，昆桑要把小黑们转移到更大的饲养盒里，底部铺上水草泥，喷水打湿，制造一个小坡度，让它有一个伴水的区域，一边铺上一层水苔保湿，这样就可以把小黑转移过来了。喂它们的是这种白色小跳虫，是非常适合小黑们的食物。好了，本期箭毒蛙的故事就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零6个月前，昆桑喜欢上了养水草，不过新开缸的水草缸没过多久就长了一些绿藻，它们蔓延在鱼缸里，好像藤蔓植物，这样缸里看起来脏脏的。怎么样用物理的方式去除藻类呢？那就是黑壳虾。既然是黑壳虾，那肯定得叫它们小黑了。昆桑准备了50只黑壳大军，它们可以有效的去除藻类吗？它们一进缸就开始努力工作了，有的趴在地面的砾石上，有的趴在砾石树上。1周工作7天，没有解假意，不用给工资，通宵工作，真的让人向往。1天后，在小黑大军的努力下，藻类明显的少了很多，湿藻也几乎看不到了。不过新的问题产生了，如果这样下去，小黑们会不会因为没东西吃而饿死？昆桑烧了一锅开水，把西葫芦切成薄片，放入开水中，让西葫芦完全煮熟。煮熟后的西葫芦在凉水中完全降温后，再放到鱼缸里。小黑们非常喜欢吃，既然他们的业务完成了，就让他们到这个大缸里继续工作吧。这个缸是1.8米的大缸，缸里也是杂草丛生。这50只小黑在缸里已经1周了。缸里有鱼，所以小黑们平时会在石头缝里或者植物下面躲着工作。鱼缸这么大，看来50只小黑起不了什么作用。昆桑开始招聘新的员工，在过温过水后，300只小黑应聘了过来。一上班就开始工作了，连喝咖啡的时间都没有。小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，从不谈条件，资本家看了都流泪。肚子上抱卵的黑壳妈妈也在努力工作着，昆桑给了她产假，缩短她的工作时间，严格遵守劳动法。你俩干啥呢？搞办公室恋情是吧？这能引吗？自然是能的。从长远的角度来看，他们的孩子也会为昆桑工作，所以昆桑是支持办公室恋情。昆桑半夜起来看一下鱼缸，看看上夜班的小黑们有没有偷懒。除了很难清理的黑毛藻之外，很多藻都消失了，那就得需要一些技术工种了。这些黑线飞狐专门对付黑毛藻的生物武器，再配合上一本产的大河藻虾，2天后缸里的黑毛藻明显少多了。这只模范员工干活干的身子都变绿了。既然黑壳虾的除藻能力这么强，那么河里的藻类他们能不能清除呢？让他们转移到别的岗位去工作，得先制作一个资本主义陷阱，把煮好的菜叶放在饮料瓶里，瓶身上半部分切下来，反着安装到瓶顶上。很快就有小黑受不了诱惑，跑了进来。越来越多的小黑们登上了通往美好未来的列车，充满梦想的小黑们纷纷涌入，不过人数明显不够，更多的小黑自愿前来。这是小黑们要工作的地方，为了小黑们的虾身安全，周围全部用不锈钢网包裹着，里面放上几块带藻的石头。小黑们才意识到，这是一项志愿者工作，而不是高薪工作，把小黑们搞里头。给家里努力工作的小黑们也带点新鲜的食物。小黑们才不管这食物从哪里来的，只要是好吃，那就一顿恩照，只需要1天就吃的差不多了。再看看野外的小黑们，石头上的藻还在。
其他石头上的枣也没什么变化，小黑怎么变少了呢？还有2只芭比 Q 了，可能大部分小黑都逃跑了，只剩下了几个忠臣在河里寻找他们，就像大海捞针。即使是离开了公司，小黑的身子还是绿色的，保持了努力工作的好习惯。想要清除河里的枣，可能得需要数不清的小黑吧。好了，本期黑壳虾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